设计。那我们先前讲到如何快速去利用那个矩阵幂次方去计算这个费氏数列当然这演算法当然它主要是区分成为2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当然就是像幂次方的 n 呢，先把它化成2进位，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当然原则上就是透过它的2进位利用所谓的 NSB 的就最高位元优先的一个演算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去计算这样的一个矩阵次方。好，那我们这边先讲解一个例子。好，那我们主要比方说我们要去计算一个矩阵的25次方了，当然 A 呢当然也不一定是2乘2的矩阵它当然甚至也可以是一个数字所以一个数字的话就1乘1的矩阵。好，那假设它是25，那原则上呢我们当然第一步就是先把它画成2进位的一个形态，所以它是在第4个位元、第3个位元、第0个位元呢，它的值是1，其他的位元的值都是0。基本上的2进位写法也可以透过最高位元优先的方式去写比如下面这样一个情形所以这边的话就是0乘以2加1，刮弧再乘以2这边就不需要加1，因为它这个位元它是0，然后再乘以2，所以不用加1这里是0最后一个位元是第0个位元乘以2再加1原则上只要是你的位元是1的部分，你就乘以2加1如果你的位元如果是0的话，你就只要乘以2。所以呢，我们的幂次方计算呢，也就采取类似的情况像当然最开始位元是第4个位元，第4个位元当然就直接是 A， 所以在第3个位元第3个位元的话，第3个位元是1，所以就是平方再乘以 A。 好，那接下来是第2个位元，第2个位元是0，所以就只要平方就可以了。在第1个位元是0，所以也只要平方第0个位元呢，因为它是1，所以就平方再乘以 A。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计算那个矩阵的幂次方那我们当然接下来要考虑到我们可以用到的C++的技术当然我们这边能够用到的技术当然是尽量是在C++ 11以后的那原则上我们在处理这个2乘2的阵列，我们当然是建议直接就采用 STL Array 的这个 class 这样一个类别所以它的一个语法这边当然跟比较传统C++ C 的一个做法呢比较不一样。比较传统的做法它是采用指标的方式就是当你的阵列大小是没有定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建议就采用另外一个容器，就用 vector 去做。但因为我们这边的矩阵大小是固定的，所以我们就直接用 array class 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它在乘法的部分，矩阵乘法的部分呢，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我们甚至也可以考虑采用运算子重载，所谓的 operator overloading。我们所以乘法的部分，我们直接就用乘法符号去表示基本上当然这个是C++开始有的，我们知道 C# 它也跟进但是 Java 的话它是并没有支援运算子重载另外有关2进位的部分呢，那我们也可以直接用C++里面
STL 里面的 bitset 的一个类别呢，来使用啊，基本上它将它画成2进位呢是非常的方便的。好，我们就打开我们的 Visual Studio。好，所以我们这个打开我们的程式啊，所以原则上前面的部分，我们先看标头档的部分。标头档的部分，我们当然就是前面2个标头档，第一个是 IOString 是标准的那个 C++ 的，再看第3、第4，我们第3行，第3行我们采用那个 STL 的 array， 那因为我们要画成2进位，所以我们也采用 STL 里面的 bitset。好，在第6行的地方，因为我们要去测量它的时间，我们采用 OpenMP 里面的取时间的一个函数啊，所以我们这边也必须要 include 它的标头档。我们在第7行的部分呢，我们用 matrix 这样一个别名去代表这样一个用 array 的一个2维阵列这样会比较容易。好，我们在第9行到19行的部分，这边呢事实上呢就是简易的矩阵的乘法，它是一个3回圈的当然我们这边的size 是固定的，是2×2的矩阵一个3层的回圈呢，事实上就可以把它实作成功了。好，我们在第20行到26行的部分呢，我们这边是用来计算矩阵的幂次方，但是我们这边的做法比较单纯直接就是用 for 回圈假设你丢 n， 你的次数呢如果是 n 的话，那基本上那就回圈跑 n 次这样的方式呢当然是很明显它的计算的一个时间量值就是线性时间。好，那我们第28行到39行的部分，那我们就是根据我们刚刚的演算的方法 NSB 的演算方法透过运算子重载的方式将它实作。那原则上我们在29行呢，我们就先把 C 呢设为单位矩阵。如果呢 n 是0的话，那原则上的话就单位矩阵。好，其他情况呢，我们再进入我们刚刚的演算的方法。所以我们的在第32行的地方，我们就采用 bitset 这个 class。原则上我们只用8个 bit， 那也就是将我们的数字 n 丢进来，然后将它转换为2进位的情形。然后第33行一直到36行的for回圈因为我们有总共8个 bit， 所以我们从第7个 bit 到第0个 bit逐一去计算，只要是它的这个 bit 如果是1的话，它就要再乘一次 a 其他情况就不需要。那当然每次都是必须要做平方的就跟我们刚刚的所展示的例子呢的做法是一样的。好，那在41行到48行就是将我们的计算的结果加上列印C 如果丢进来矩阵，然后加上列印。好，我们再看组程式的部分。组程式的部分呢，这里呢我们就将 A 这个矩阵这个，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在费氏数列来讲的话，它的矩阵当然我们要让它 work， 当然必须选取特殊矩阵，就是1110这个矩阵。然后在55行这边呢，我们就是用最简易的for回圈去计算
然后在57行的列印同时在54行、56行我们就取时间差去算出它需要的计算的时间。那61行呢，我们就是去呼叫前面已经做好的运算值的重载次方部分、幂次方部分，一样是 a 的91次方，然后62行取时间差，然后再列印。然后最后的算出来费氏数列值，当然就是我们这个矩阵 C00 的这个项次。那我们编印执行一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的计算的结果都是一致的。那它的时间，当然前面就是用单纯的 for 回圈就是这个回圈跑91次，它的计算时间是这么多基本上大约是10的负6次方秒。那如果是采用我们的最高位元优先的计算方式呢，它的时间更短它时间更短，基本上大概是2.55乘上10的负7次方秒。